大家好，近期呢有些朋友呢问我这个关于美国 Zelle 的问题啊，Zelle 的话，它是作为一款收款工具啊，有点类似于 Cash App，它的使用场景呢，其实呢很多人他用错地方啊，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是在美国做这种无形服务的啊，他问我收款方案怎么解决，因为如果说你用别 Zelle 的话，毕竟它上面没有让你说，比如说你发货的话没有添加单号啊，那么我建议他呢。不要去用 Zelle 去做一种收款方式啊，除非你这个收款比较安全，比如说对方不会投诉啊。那 Zelle 的话，它使用场景就主要是用于这种饭店一起吃饭 AA 制啊，在美国 AA 制是非常非常频繁的事件啊。那么所以说 AA 制这种使用场景是特别多的啊，或者说团队旅游啊，反正就是 AA 制这个场景吧。当然的话也有这种。Zelle 的官方也有一个 Small Business 的一个账户啊，不过这个账户的话是需要你有这种美国公司啊、美国的店铺啊这种才能去开通啊。那么一般来说的话，我建议各位的话，尽量避免 Zelle 去收这种这种陌生客户的款项。如果说这个客户跟你熟的话收一下没问题啊。那如果说真的要收这种商业款项的话，我建议各位还是用PayPal 这种商业收款工具啊。本身它就是为收单而存在的啊，就是收单销售啊。那么另外关于注册 Zelle 的问题啊，其实美国有很多很多银行啊，我看了 Zelle 的官方的列表银行，那几乎是整个屏幕都占满了，还要往下拉好几页啊。那么说白了就是说，大部分银行只要你开的都是银行卡的银行，基本上都支持 Zelle 是说实话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程序啊。而且呢，这个程序有点类似于这种。到了这种支付宝、银联支付这种级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级别，而且在 BOA 的这个 APP 里面，它是自动绑定的你点下面这个 Transfer， 然后它就有这个 Zelle 的选项不过呢，它跟普通的银行转账有什么区别呢？普通银行转账我们是打过去钱它是可以撤回的Zelle 的话，它其实它有个提示你告诉你你打过去钱是无法撤回的因为你想嘛，本身这个钱就是专门用于AA 制付款的使用场景，所以导致呢后面很多的黑产出来了这个只有黑的 Zelle 就是把别人 Zelle 账户盗来然后去转账。不过呢，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也看见过就是它其实还是可以撤回的还是可以撤回。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去用也不要去买，也不要去别人说我这边有美元很低汇率的钱，你要不要通过 Zelle 转给你说是说Zelle 是不可撤回的，但是呢，事实上它的撤回方式可能稍微复杂一些。正常这种被盗是可以撤回的还有就是在中国使用 Zelle 的问题其实在中国的话使用这个不是跟国家有关，而是你跟你自己有没有美国的银行卡你的银行支不支持 Zelle 有关那么还有个必备因素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银行拥有个美国银行，第二个是你有美国的手机号码最好当然说你手机号码可能说没有养着或者说过期了有发生很多现象，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办用邮箱是可以支持，但是邮箱支持前面有个条件它的官方描述是特定邮箱地址有些邮箱地址是不支持的，比如说我也绑定了，我既绑定了手机号码，也绑定了邮箱用的是 QQ 邮箱，结果我朋友我发给他邮箱他发过来，结果发现我没收到款项，他说他已经转出来了所以说这种问题大家一定要避免尽量还是用手机号码来作为一个 ID 的制服。那么接着说就比如说我朋友给我转账过来，我们邮箱没有收到这个钱但是我邮箱里面收到一封邮件叫我去注册结果呢我是注册成功的呀，绑定的呀，本身邮箱绑定的呀，然后这个钱到最后的话是怎么样子呢？到最后你就过7天10天左右退回来自动会退回来，因为这个钱没有人领取的话，它会退回来的。那么如果说你用这个手机号码的话，它直接到账到银行卡，比如银行卡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处理时间一开始显示的是 processing 后面的话就是显示一个完成状态不是说立即到账，但是可以立即显示出来这个倒是没问题的，可能1分钟2分钟就开始显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话，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幺蛾子情况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用邮箱本身邮箱是支持的我之前那个 QQ 箱是支持的，后面发现他们不支持了也可能在安全方面他们有考量。那么怎么去做到一个安全规范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先转个$101美金，反正转账是没手续费的嘛，对不对？你先转账$10看看到不到账
OK 啊，再继续转，那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一点，是吧？好了，关于说 Zero 的这个限制吧，限制的话，其实金额限制还是挺高的，比如说这个 BOA 吧，美国银行的话好像是$3000了，一天可以转账3000美金了啊，非常高。次数的话好像也是挺多次的啊，但是不会超过20次吧啊，我觉得10来次差不多了啊，已经够了。所以说呢，这种的话只适用于这种信任的朋友之间转账，朋友转账PayPal 其实也有这个功能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PayPal 是有这个功能的，叫朋友转账啊，朋友之间转账，它其实也是为了这个 AA 制付款而生的啊。当年呢，有些人呢他是跟这种客户说，哎，你能不能通过这个朋友转账转给我？第一个呢，他不可以撤回，不可以投诉啊。第二个的话，接收方和发款方啊都是免手续费啊。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是场景不适用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微信的红包啊。有些时候呢，很多人买东西啊都是发个红包，红包理论上来说是一种赠与行为啊，不是一种交易行为啊。那转账的话，这种既有交易行为存在啊，但是也有这种个人赠与行为存在啊，这种边界啊中间地带啊。所以说呢，从商业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建议各位用 PayPal 这种收单工具啊 ，Stripe 这种条纹支付这种的话，它是你不要去省这个手续费啊，我觉得这个手续费该花还得花，其实它也是保障了你，也保障了这消费者啊，它作为中间的一种审判机制啊，是审核机制啊。那么其实它这个有必要不要省这个钱啊。那我觉得我跟我的朋友讲嘛，就是 Zero 的话很关乎到这个银行账户啊，为了你的银行账户安全，你还是用 PayPal 支付吧美国银行账户开一个不容易的，要保留好啊。